等等，金小姐，你先别动。小北，以后每个小时我给你多加100，你考虑一下，来我这儿常住吧。谢了，最近我还别的事要忙。我也留意他很久了，来我们酒吧1个礼拜，既不喝酒也不聊天，一杯苏打水能喝1个晚上。嘿，今天居然点起了长岛冰茶。什么东西？哟，嘿，这。美女，来抱抱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是我喜欢的脸。小姐，你可以送我回家吗？小姐，小姐，金小姐。喂，你干嘛？等等，你先别动，我帮你系个安全带，马上就开车了。难受。小姐，金小姐，我睡。金小姐。没事吧，金小姐？我要睡觉了。幻想我们距离无法停止想你，你和我之间好像多了个关系，带你去银河系，坠落在你眼里，不
不管几万里也要去星空旅行。云朵偷喝了我屋顶的酒，追寻着被晚风牵走。一不小我为了你心撞到你的胸口，在酒吧待了悄悄藏一个礼拜。在了星星背后。我用世界合成你说你为了我，来都来了，下来吧。金副总长，金副总长，走。他真的把我调走了。金副总，走。金副总长，我跟你说，金副总长，金副总长，这是今天早上准备开会的资料。不用怕冷，开会前先把会议室温度调高一点。好的。西晨，你怎么处处关心他呀？啊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动我可是你的人。我跟蓉蓉是兄妹，在今朝，我永远尊重她的决定。不是，哎呦，西晨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金董把新城区开发案交给你跟小金总一起搞，就是要在你们兄妹之中挑一个当继承人。都这个点了，他人还没到，搞不好就在搞什么惊天的大阴谋。天福商业街的工作报告还没有整理出来，这点事都用我亲自干吗？例会之前必须给我。好的，小金总。还有，帮我把例会改到下午。好的。他衣服都准备好没有？我的小金总，你根本不懂现在的男孩子，尤其是岁数小的，容易什么？骗财骗色。他骗我还是我骗他？你觉得呢？我不骗小男孩。你醒了？你的衣服昨天脏了，我让丘比给你准备了新的。不用了，我根据你昨天的穿衣风格给你准备了这些。你要是想要别的款式，可以让丘比再去准备新的。我穿回昨天的衣服就好。给你准备了早餐，面包牛奶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就给你换豆浆油条。昨天晚上你放心吧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对我负责？昨天虽然我喝断片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我把你带回来的。留个微信吧，该负的责任我都会负的。比如呢？比如，小金总，这个小奶，呸，这位小先生的衣服准备好了，请吧。别人换衣服，你看什么看？出去！我说的责任呢，就是除了不能跟你结婚，其他的你有什么需求，我尽量满足你。渣女。谢谢你，我暂时没什么需求。那行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送我回家，先送我回学校吧。学校？学校？小金总，这公司里随便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街区评估案，您没必要天天自己来吧？
你还有1分钟，要是1分钟之后你还在这儿，这个月的工资马上消失。5、4、3、2、1。爱听心里的声音，仿佛有某种穿透力，会更加坚定。相伴丘比，下周的行程也都帮我取消了。这次把你看仔细，是你来到我真好看。生命。学校，别吧，学校有很多种。麻烦你了，金小姐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等一下，你的车安全带好像有问题，昨天晚上也很难系。我自己来。去哪所学校啊19中学。中学？你是高中生，高中生你不好好上课，出现在酒吧19中学那条路上的南方大学北门，北门方便停车。啊？南方大学，好学校，很难考的吧？不是高中生就好。那个，昨天晚上我喝的有点多了，有些事儿不太记得，应该不是我先主动的吧？是你主动的。怎么可能？金小姐，我看你还没很清醒，还是打车上班吧，我坐公交回去就行。哎，郭同学。丘比，快来接我，我可能没办法自己活着开到公司。你早上听到他让我送他去哪儿了吧？没有啊。学校。学校怎么了？他去学校干什么？可能是去上课。哎，小金总，没事吧？我对一个孩子做了些什么？他不是孩子，他已经是一个马上快毕业的大学生了。你已经确定了他不是高中生就没有问题了的啊？我把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带回家过夜不犯法吧？不犯法。我这种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声誉吧？不至于。那你赶紧把公司法务叫过来确认一下，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？对他负责，娶她？哎，小金总，你冷静一下，可以吗？我的小金总，您都已经母胎 solo 28年了，你明知道自己喝了酒之后失控，是谁给你的勇气昨晚喝断片把他带回家的啊？多少是有点儿色迷心窍吧。没事吧，金小姐？大头，大头，下雨不成，人家有伞，你有大头。你知道什么叫耍酒疯吗？
耍酒疯。来都来了，下来吧。你快去查一下那家酒吧是不是在我的茶里下药了，不然我是怎么会疯成这个样子的？哎，小金总，真的没事儿的，这个事情他是你情我愿的。这还你情我愿？就算不是你情我愿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重要了。OK。今天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，你跟顾家的婚事忘了吗？哼，这个老金童一天天的，自己二婚还逼我结婚。不能这么说，金董，毕竟金董也是一片苦心，你要理解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对了，无有用的调职通知今天让人事部发出去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吴有用毕竟是金副总的人，你这样变相降吴有用的职，那以后碰到金副总多尴尬呀。他金西城一把年纪还来我金家做儿子，他都不尴尬，我尴尬什么？新城区开发案，你让我跟金西城公平竞争，我可以接受。但这时候你又催着我结婚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年纪大了，这金家的产业总得有人继承吧？给谁继承？谁先结婚，我就给谁。所以呢，你让我跟顾家相亲。顾家和金朝集团联姻，你以后分到的家产也会很殷实。跟谁结婚我不在意，我只想知道结婚之后我能分多少。顾家那3个小子，你挑一个。结婚以后，金家的产业分你7成、9成、 7成半、 8成，成交。一言为定。我让法务把协议拟好了给你送过来。少喝浓茶。明天我让丘比换一批新的给你。实不相瞒，从前在学校武林大会的时候，曾获得过舞蹈冠军。以后出席宴会，我认为我会是金小姐最佳的舞伴。这么厉害？听闻金小姐喜欢传统文化，怎么样，金小姐？下个月的文化交流大会，我们一块儿去啊？好啊。金小姐，我股份可比她多，我学历比她高，我身材比她好，我头发比她多。头发算个啥呀？哎，你这算什么东西？金小姐她绝对几根毛，你也好意思说？去约会的。别以为你是我弟弟。听说顾家是3兄弟，不如让另一位也出来一起见一见。他不在。不在？哦去哪儿了？上医院了，上医院去了。他到底是上学还是上医院了？他在上学的路上上医院了。大哥二哥，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怎么是你？大哥二哥，顾从柏，谁让你回来的？回来干嘛呀？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我想起来了。顾同学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私定过终身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今天早上的事儿，我后悔了。后悔了？我们结婚吧。啊？什么呀？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不好意思啊，二位，我对他一见钟情。
这家咖啡还不错，尝尝。不喝冰的，那我跟你换。金小姐，我们结婚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啊，既然是挑选一个顾家的儿子作为结婚对象，那就是你了。我们才第2次见面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第一，你跟我结婚，你能有极高的物质保障，即便是以后离婚了，你也能分得高额的财产。第二，你有绝对高的自由权，可以隐藏自己已婚的身份，随意生活、交友，也包括其他女性朋友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是什么？我说过会对昨天晚上的事儿对你负责，现在名正言顺。总之，这桩婚姻你只赚不亏，合作愉快。我不会跟你结婚的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现在还没打算结婚；第二，一旦结婚，我就不打算再离婚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不需要对我负责。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要跟我结婚，大可不必。不喜欢喝冰的东西，不要勉强自己。咖啡我买过单了，先走了。哎，喂，顾同学，现在拒绝我，昨天晚上跟我回家干什么？西晨，西晨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顾家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金家入赘。哎呀，你想过没有啊？金蓉蓉一旦结婚，以后你在金朝还有什么地位啊？所以呢，蓉蓉选了顾家哪个儿子？我都打听过了，老大、老二都没选。蓉蓉当然看不上他们。虽然没看上他们，但是他看上的是顾家第3个儿子。虽然说现在顾家大部分产业都掌握在老大和老二手上，但是这顾家第3个儿子，那是亲儿子呀。哇，小北，你不是建筑系的吗？怎么什么都会啊？硬盘是没有问题的，数据应该可以恢复。只不过下次不要再把咖啡洒在电脑上了，很难恢复。不是我，是那个吴有用，非要赖在我头上。哎，你说我们金副总人这么好，身边怎么会有这种人？那你们小金总呢？小金总，金蓉蓉吗？他呀，我这种实习生怎么可能够得上他那种级别的？不过他工作上确实很厉害，雷厉风行，精明干练。他雷厉风行，精明干练。不过我听说小金总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他很奇怪，空调温度一定要保持在26度。听说啊，那是因为他腿毛旺盛，越刮越粗。蓝晶晶，你还是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学校。小金总，脚疼啊？喝点水吧。你说别的总裁怎么结婚那么容易，到我这儿却被3大理由拒绝？是我给的条件不够好吗？那当然不是。我跟你说，这杯子结婚哪来的？我平时喝水的玻璃杯呢？我找半天没找着，这不是你自己换的吗？我闲的没事换杯子干嘛？那也不是我呀，那还能有谁啊？难道是他？这杯子哪儿拿的？
我在你床头柜找到的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哟，果然是他。够贴心的呀。你刚才说求婚需要什么？哦，求婚啊，它是需要仪式感的。你首先要让小顾同学感受到你的真诚，还有你对他的爱。我的真诚，我的爱。懂了吗？完了，哎，水！我壁咚、床咚、车里咚我都做了，他不会觉得我是变态吧？车里还能动啊？我知道了，我去试探他一下，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求婚仪式，让他感受到我汹涌的爱。甜甜，你赶紧写完，我们等会儿一起去看电影呗。乖，你无聊就先去吃点东西。我一个人吃不下，想等你一起。哎呦，行了，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在图书馆谈恋爱啊？不，同学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图书馆本来就是谈恋爱的地方呀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谈谈我们的婚事。小北，你要你结要结婚了？是的，两位同学，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哦。小北的同学我都会邀请的。小北，记得把名单给。顽皮。请问你是？顾太太。丘比，按原计划进行。小北，恭喜啊！小北，百年好合。恭喜！小北，可以啊，女朋友让你打开。你说喜欢海洋，海风咸咸味道，想起我的外套。你说喜欢彩虹，阳光雨水刚好，像这份爱奇妙。你喜欢和我的每一个分秒，害怕失去拥抱。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想要和你天荒地老，嘴角的微笑，喝了我几秒，不需要思考，心脏在狂跳，粉色的小调。郭同学，跟我结婚吧！甜蜜的撒娇，小猫般乖巧。郭同学，喂，郭同学，跟我结婚吧！结婚啊！真的呀！天哪，太浪漫了！顾同学，你别跑啊！顾同学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被我的爱包围了，你跑不掉的。当花的那位同学，戴帽子的那位同学，没戴帽子的那位同学，顾同
到底想干什么？跟你求婚啊！金小姐，别闹了，赶紧走吧，我求你了。哎，顾同学，我流程还没走完呢。哎，顾同学，戒指，戒指。你干什么呢？穿成这个样子，看你这一把年纪，你不是我们学校的。怎么说话呢？在这干嘛呢？我来找那位顾同学求婚来了。求婚？明白。新区这边有位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，说要在这儿求婚。身份不明？马上就到保安室。保安室走一趟吧。来。哎，你等我把正事办完，我就过去找你。还等你把正事办完，我都没得干了。走，你别走踹啊！我！走，干什么？干嘛？大叔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排练话剧，他是我请来的外援。话剧？实景话剧。实景话剧？啊。这位保安，我们确实在排练话剧，总裁跟他的小教夫。我现在就带他离开。不好意思。我的花！甭考必过啊！没有男朋友的可以找个男朋友。甭考必过啊！谢谢，感谢今天参与啊！来，甭考必过。别跑！别跑！甭考必过啊！甭考必过！甭考必过！站住！别跑！顾同学，你慢点，顾同学，你慢一点，我脚疼。金小姐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没有跟你结婚的理由。如果你只是为了完成你家族的规划，赶快收手吧，我帮不了你。上次那3个理由，你要是觉得不够充分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。不可理喻。哎！我扶你过去休息一下吧。我动不了了，真的很疼。可以了，脚伸出来。地下太凉了。那你想怎样？拜托了。好快哦！我没有，真的。咚咚咚咚，我心脏不在那边。你先在这休息吧，让秋饼来带你回去。我还有课，先走了，别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除了那3条。我还有一个必须跟你结婚的理由。我现在需要结婚，我希望那个人是你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为什么那个人必须是我？如果我说在酒吧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你会信吗？这个年代谁还会相信一见钟情啊？
我要是小顾同学，我也不会。好了，你别乱跑，在这等我，我去开车，我们回家。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带走我懦弱和复杂心情，让心跳扑通不能。这个鞋舒服一点。我只有小时候，妈妈帮我换过鞋子。金小姐，我答应跟你结婚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结婚吧。如果我说在酒吧我就对你一见钟情，你会信吗？这束花是我的，能不能还给我？大叔，大叔，请问您这束花是在那边捡到的吗？这束花是我的，能不能还给我呀？不行，这是我捡到的。只有这么多了。抱歉，这是我未来太太给我的。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女婿，好甜。请进。你怎么把我的行李都搬到你家来了？因为你以后要住这儿啊。我住到你家来？来看看你未来的家吧。我跟老金头已经说好了，就是我爹，我们俩情投意合，已经同居。只不过我不知道你是顾家三儿子。既然是命定的缘分，那这桩婚事我们就定了。我虽然答应跟你结婚，但这件事情可能还得再等一等。等什么等？择日不如撞日，我这就通知丘比，明天把我会议都取消了，然后我们俩就去登记结婚。明天？
明天恐怕不太行，日子还没到。你放心吧，我查过了，明天是个好日子，良辰吉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的意思是还没毕业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大学生没毕业是可以结婚的，放心吧。我还没到法定婚龄。在你成年，不是在你达到法定婚龄之前，你就先出这个房间，不许踏进我的房间一步。我其实还有1个礼拜就满。这不是1个礼拜的问题，顾同学，我都已经成年了，快10年了。那我这些天，我居然对着你这样一个连法定婚龄都没有到达的小朋友上蹿下跳。我们也就差5岁，这也不是5岁的问题。5年前我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，但你还没成年，你连高考你都没有考，不行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。金小姐，我又不是未成年。蓉蓉选定的结婚对象还是个学生啊！哎呦，不光是个学生，还是个未毕业的大学生。我看呐，这里面一定是有阴谋。他认到阴谋，以他的脾气，估计这就是应付金董的谎话。金蓉蓉结婚是不是在搞联姻啊？哟，这事关你在金家的地位。无有用，你是个偷我创业让我背锅的垃圾，别让我再碰到你。梁晶晶，你……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站住！这谁啊？公司实习生梁晶晶，你来这儿干嘛？问你话呢。哎，我总觉得你们认错人了。哎，你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？哎呦，我们都怕他听了多少，要不要把他……我们刚才有说什么？我们好像说什么？喂，丘比，老金头要是问起来，知道该怎么说了吧？哦，我懂。不能让金董知道顾同学还未满22周岁，没有结婚资格。要让金董知道你俩非常的恩爱，如胶似漆，对吗？懂事儿。别动。蓉蓉让你怎么骗我的呀？小金总怕您安排其他相亲对象给他去，所以让我跟您说，他跟顾同学非常恩爱，如胶似漆。男孩子住在别人家，记得保护好自己。咱们小金总的第一次恋爱有点儿不太像恋爱，单相思。放。单相思，我看不见得吧？给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哟，金董，这是您拍的呀？怎么样？甜吧？甜？小顾这孩子啊，我打小就喜欢。以前呢，心里总是过不去那道坎儿，毕竟蓉蓉比他大了5岁嘛。可是现在你看，他们俩在一起多般配呀！金董，如果我告诉您一个有关小金总和顾同学之间的秘密，我能涨工资吗？20%。小金总和顾同学在您安排相亲之前已经见过了，他们已经回家。好，丘比啊，想不想多加一点年终奖啊？6加9年义务教育，加3年高中，加
4年大学，这怎么都到法定婚龄了吧？他不会是想反悔，故意骗我的？还是个学霸呢。人长得帅，字也写挺好。这么点钱，真可怜。姐姐给你打钱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不会藏在枕头下面吧？郭聪培，郭聪培。你在找什么？男孩子在别人家要保护好自己。放心，我没有骗你，我还有7天才满22周岁。那这样吧，7天之后你生日当天，我们就去把证领了。啊？聘礼什么的呢，我也不需要，我不差那点钱。但你需要什么嫁妆的话，直接列给我。我不需要。请你不要再搞半夜偷袭，金小姐。小屁孩。你说喜欢彩虹，阳光与水刚好，像这份爱奇妙。你喜欢和我的每一个分秒，害怕失去拥抱。可是你从来提醒一下，还有5天，别逃跑哦。知道了。和你天荒地老。晚安。嘴角的微笑，可乐般奇妙，不需要思考，心脏在狂跳，粉色的小调，它最简单明了的炫耀，你给我的专属美好，甜蜜的撒娇，小猫般乖巧，我没能力思考，全都说好，粉色的小调，它小金总，把这个钱。后天上午10点我结婚，把时间给我空出来。
会就开到这儿。小北，你今天不用上班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。今天不行，我还有事，改天吧。这样吧，快点。不好意思，结婚证件照不能用这样的动作。哦，那我们这样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动作也不行。好，就这样，再靠近一点啊。喂，丘比，这么严重？你等我40分钟，我就半小时不在，你们怎么什么事儿都干不了？等着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急事儿，得赶紧去公司。要不要先把你送到学校？不用了，你快去忙吧。你有事的话。真的不用？我又不是小学生。行吧，大学生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是隐婚比较好？毕竟你还是个学生。随便吧。行，那我先回公司了。那下周各组把方案交给我，散会。好。好。这个方案最后再做修改。好，回头我跟你对一下。好，哎，行。婚结怎么样？顾同学不吵不闹的，选对了。好眼光啊！对了，那个金总在办公室等你呢，说要跟你聊一下开发案。让他等着吧，我有东西要去买。哎，你买什么我买不就得了吗？你干嘛自己去啊？这东西我得自己挑。懂。家里会没有冰箱？等我下班回来，一起吃饭。好，我等你。金副总等了我1天啊！蓉蓉，听说你脚崴了，我给你带了一些药，你可以备在办公室。听说，我1星期前崴个脚，金副总都能知道啊。也是，
在你母亲嫁进金家来之前，老金头随便咳嗽一声，他都能赶过来嘘寒问暖。蓉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关于这次新城区的开发案，我还有一些资料需要补充。金副总，公司业务没必要私下谈吧？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完成好这个案子。老金头打的什么主意，我太知道了，无非是想让我有点竞争压力嘛，可以理解。毕竟以我狭窄的心胸，确实不愿意把自己家的钱分给曾经的同学。丘比，5分钟后开会。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做好这个案子。我向来是公事公办的，难得老金头给你机会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我还在加班，晚点再说啊。那你大概什么时候？你醒啦？你回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公司临时加班，你在等我？我没有，我在写作业。哇塞，都是你做的？哇塞，我家连厨房都没有，你还能做一桌菜？你要是饿了，就自己热来吃。我先回房间了。你等一下，我有个东西给你看看。来，我以前呢，一个人自己生活惯了，也不知道2个人一起生活要准备些什么，就先把我们的牙刷、杯子、牙膏都换成了一套的，我挑很久的。还有啊，毛巾也是青绿色，这个颜色是我的，这个蓝色的是你的。你要是喜欢这个颜色，给你也可以。这些都是你亲自挑的？对啊，我们一起结婚的东西，当然得我自己挑了。喜欢吗？还有呢，上次这个马克杯是你买给我的吧？我给你也买了一只，一对的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过来，在这，等我啊。今天呢，不仅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也是你的生日。希望在我们婚后的每一天里，你都能过得开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点许愿，快点许愿啊！快点，过了12点可就不灵了，赶紧许愿！快点，5、
你在等什么啊？怎么不许愿啊？你快点许愿啊！快点许！答应我别下大雨，无言叫我多孤寂，蜷缩在沙发里看手机，没回应的讯息，不敢错过的好礼。如果这不是爱情，怎么有痕迹在心里兜来兜去，残忍的一片疼痛堆在角落。我要看看你到底给我什么备注。金小姐，这么生疏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刚……没事儿，年轻人嘛，情不自禁可以理解。我刚刚……你等等我啊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哎呀，天哪，我脸没红吧？什么小屁孩儿，直接就亲上来了。没脱妆吧？没被看出来吧？我刚刚是因为……我准备好了，我跟你聊一聊我们的婚姻问题。你是被我追着才答应跟我结的婚，所以为了保障你在我们婚姻中的合法权益，我起草了这份协议。我们一条条对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明天我们就购法务。一条条对。首先，第一条，甲方金蓉蓉与乙方顾从北自愿登记结婚，自愿签署该协议，这条没什么问题吧？那我们第二条，第二条是针对像我们刚才那种情况优先列出来的。既然已经结为夫妻，那牵手、拥抱、亲吻，诸如此类亲密行为必不可免。如果你不排斥的话，我都接受。至于下一步更深入的行为，我们可以确定一下次数。确定次数？那就先定1星期这个数。那就这个数还不够啊，那就1星期这个数。哇塞！金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还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能再多了，不能再多了。小年轻就是不一样。那我们下一条是关于我们婚姻中的财产问题。若甲乙双方离婚，甲方同意无条件赔偿乙方人民币5000万元。你不用再说了。你真的想签这份协议？我都可以。谢谢你的生日蛋糕，谢谢你陪我过生日。
哪一条有问题啊？价钱可以再商量，次数也可以在意的。金副总都把你们养成什么样了？我迟早把你们给养死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小竹子啊，要多晒太阳，多喝水。我之前无意间不小心轻轻地敲了一下你们主人的脑袋，那我就将功赎罪的来救救你们吧。西晨，那个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。金副总，好。完了！不行！啊！西晨，你想想办法把我弄回来吧，工地太苦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工地风差也太大了。刘墉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我不会去挑战荣荣的任何决定，你不用再为这件事来烦我了。哎呀，西晨，你也太小心翼翼了。5年前可是你救了他。有人来过我办公室吗？我不知道。就是他，之前撞你的，现在还躲到办公室里。如果我说我是来救小竹子的，你们信吗？我让你给我找一些现在小男孩喜欢的东西，你给我找些什么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猜不准现在的小男孩喜欢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我手机里存了一些照片，你看一下。拿来。不太方便。1个月。什么1个月？2个月。你不要扣工资吧？3个月。男人也是有隐私的。4个月。有些东西你看了会影响父女感情的。5个月。金董威逼利诱我，说让我拍一些你跟小顾同学的甜蜜日常。哼，3个月。你慢点儿，哎，摔着了，你，哎，台阶。老金头，你在我身边安插个奸细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奸细？我不是。来坐下，陪我下班去。我没空。没说你，就别。啊！起来。这婚我也结了，该您履行协议了吧？没问题啊，扩展协议该开始准备了吧？什么扩展协议？这东西什么时候有的？协议里的扩展协议啊，你没确认就签字了吗？这不应该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明年给我们金家生个大胖小子，他完成任务，我履行协议，你拿钱走人。你把我老公当什么人？你让生就生，生了跟你姓啊？跟你姓也一样，反正是金家的孙子。外孙。蓉蓉，你要想清楚啊，这西尘后结婚，要是比你先有孩子的话，那金家的家产……你放心，我一定生得比他早。董事长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协议期间，甲乙双方必须全力配合对方婚姻里的需求，包括担保签约一起生活。这个“活”字要是能改成“孩子”，多好！
他都主动亲我了，我怎么就不知道乘胜追击一下？你怎么来了？金小姐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聊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更进一步。怎么更进一步？在你眼里，难道我只是一个陪你止步于登记结婚的小朋友？倒也可以重新起步。走路都难，不如真是保暖，似隐喻。顾总北，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把我要的准备好，你要的我也会给你。你在干嘛？董事长，您说我们小金总当初如果选了顾家另外2兄弟怎么办？那生出来的孩子那得多丑啊！她这个角色都要挑好看的，找老公，你觉得她会随便吗？这只还行。织女莫若父啊，董事长。顾总北，标书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把我要的准备好，你要的我也会给你。你在干嘛？你要用电脑啊？哦，学校突然催我交论文，明天一早就得交，所以想借一下你的电脑。论文？哦。老公忙着写作业，怎么帮我生孩子呀？什么？没事，我帮你输密码。金小姐，其实有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一台大点的电脑可以给你用。走。
气氛下，人家在写作业，我却在想些废料。小莫，我坦白告诉他，要是我直接跟他说，帮我生个孩子，我工作差不多了，我论文也差不多了。完了，我现在不光是打了金副总，还砸了他心爱的小竹子，他会不会记仇，把我开除啊？店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说了不要叫我店长。哦，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金副总，妈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插手我工作上的事了？我在开会。金副总，梁晶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里卖咖啡啊。哦，哎，金副总，您不用去点单，这里有美式、拿铁、澳白，你喜欢哪一种？谢谢，我自己去买单就行。别，您让我请，您一定要让我请。真的不用客气。金副总，您就让我请吧，我需要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让我来，对不起啊！要不我赔您一个新的吧？我本来就是想借个充电宝。啊！哎，金副总，完了，这回真的要回去继承家业了。生孩子的捷径，一起看亲密电影，唤醒身体的本能。礼拜六早上8点，这个时间看电影，你不觉得太早了？这部电影我想看很久了，但一个人又不敢看，你陪我嘛？泰坦尼克号又不是鬼片，为什么不敢看？我怕我脆弱的心灵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结局。哦，好。金小姐，你是不是冷啊？我给你拿被子。别动。就是现在。什么情况？删减版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接着看。亲
别删了。夕阳悄然划过了天际，像我追了你千百万里，会不会是星河？啊去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江小姐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们出去吃东西了。好。欢迎光临。你先找个地方坐一下吧，我先点点喝的。晶晶，小北，你怎么来啦？怕你的店倒闭，特意过来光顾一下。我谢谢你啊。怎么，心情不是很好？我最近得罪了我们公司一个大领导，3次，再有第4次，我看我就得失业了。大领导，那位小金总？我这个级别是接触不到小金总的，是另一位领导。哦，行，我们坐那儿。哎，小北，关于我们小金总，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新的八卦。什么八卦？我听说啊，我们小金总对我们学校一个学弟展开猛烈追求，那学弟就上钩了。我听说现在已经秘密结婚，变成小老公了。小金总，公司最近还传我什么八卦了？没了。说你最近找了一个小老公。走了，小老公。其实我就是你们小金总的小老公。啊！你说喜欢海洋，海风咸咸味道，想起我的外套。你说喜欢彩虹，阳光与水刚好，想着分爱奇妙。你喜欢和我的每一个分秒，害怕失去拥抱。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想要和你天荒地老。这段时间没去学校找你，你居然就跟小金总谈起了恋爱？没谈过。是姐姐的婚？嗯。什么时候的事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生日那天。你搞出事了！你们同学间的悄悄话讲完了吗？小金总你好，我是开发部的实习生梁晶晶。我和小北比较熟，所以聊的东西有点多。有多熟？从初中就认识了。青梅竹马呀！啊，小金总，今天我请客。不用了，你打工也不容易，赚点钱省着点花。金小姐，你让晶晶请吧。她除了这家咖啡厅，还有1个果园、2间茶室、3间茶。原来是天真烂漫、富家千金和落魄公子两小无猜的故事。北，看来我们家小北以前多亏梁小姐照顾了。
我照顾的比较少，我妈照顾的比较多啊。他难道以为我和晶晶？小北以后有我照顾，梁妈妈的爱心可以分给别的小男孩。梁小姐，你的实习……对了，晶晶，你跟姨妈说一下，下个礼拜我会去看她。好，你跟姨妈也说一下，下星期我也……姨妈？姨妈是谁？我妈呀。你妈是她姨妈？对啊。那你是？她是大我10个月的表姐。表姐？对啊，小金总，北结婚了。哦，对了，您刚说我的实习怎么了？我说你的实习工作，我想了解一下。哦。喂，丘比，市场部梁晶晶的工作表现怎么样？梁晶晶？谁是梁晶晶？非常优秀，能力突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你要被绑架，你这眨眨眼啊！梁小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转正了，以后有任何工作上的问题，欢迎来找我。谢谢小金总，我会努力加油的。表姐当前敌，搞这么丢人的误会，怎么回家生孩子？我先试探一下他的态度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买个东西给你。等我。哇，棉花糖，来尝尝。突然给我吃糖，知道男人的心思。甜吗？那什么？嘴上没东西啊？不是让你看嘴巴上有没有东西，快点。快点什么？你说呀。现在是甜甜的啦，你可以来亲我啦，然后回家生孩子。大街上你说什么呢？我说，你帮我生孩子这件事儿，我一个人工作能力再强，我也完成不了啊。我帮你。所以你大早上就是为了金蓉蓉，你跟我结婚难道就是为了生孩子吗？我们都结婚了，现在是合法生孩子，这件事我真的很需要你。所以你需要的不是我，只是我的功能。哥哥姐姐，买束花吧。不，谢谢，不要啦，你去一边玩吧，我们在说悄悄话呢。我都听到了，你们在聊生孩子的事。哥哥姐姐，买束花吧，买束花对生孩子有帮助。行，你的花我全要了，好吧？来，扫一下。去吧。谢谢姐姐。妈妈，我把花都卖出去了。那生孩子的事，你先把花收了吧。你哪儿不舒服啊？小北，小北，小北，你别吓我！小北，后脑勺扎进一颗钉子也叫小意外，
当时那片区域也没监控，亲戚们都觉得小北是因为叛逆跟校外的不良少年打架惹出来的事儿。小北17岁的时候，郭家发生了不少事儿，他那俩哥哥都是继父带进来的。后来他的妈妈去世了，郭家股份都被那俩哥哥给占了。关于他到底被谁打了，就更加没人管了。怪不得他要去酒吧驻唱。小金总，你真的不是因为我是小北的表姐，才让我参与新城区的开发案吧？怎么会？我一向公事公办的。你先去工作吧。好的，小金总。Yes。哦，对了，别让小北知道我找过你。我竟然逼这么可怜的他跟我结婚，还把他当成生孩子的工具，我真是个人渣。喂，你在我们公司楼下？我这就来接你啊。梁晶晶，你真是太优秀，竟然不用靠小北的关系就得到了小金总的认可。金副总，您别动。我知道您遇到我就会倒霉，所以我马上消失。西晨。对不起，金副总，对不起。没事吧？梁晶晶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啊？对不起。哎，你这个梁晶晶什么皇亲国戚的来的啊？这刚转正就进了新城区的开发案。他加入开发案了？那可不，还是小金总钦点的。有用，你帮我去做一件事。把这个复印一下，给大家发一下。好的。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啊，今天下午4点半咱们开会，别迟到了啊。OK。好，小金总。我来公司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怎么会？公司都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事儿。待会儿我们进去吃午饭。楼下那家餐厅特别好吃。金董，不得了了，你们家女婿来公司了。小金总，您在吗？我找您取个文件。小金总，您在吗？小金总，您不在。你也是金董派来的对吧？对，来人了，快！小金总，我拿文件给。那个角度怎么样？还行 ，OK。不在啊。
了吧。我突然来，不会打扰到你吧？不会啊，见到你我可高兴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接个电话。好。喂。天天一堆事儿，你今天来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没事。你肯定有事儿。我真没事。那你几点下班5点啊，工作忙完就可以下班。你看着我。哎，你怎么不拍啊？拍呀！亲一个，亲一个，哎，亲。你们，你放了几个屁啊？你们在我办公室干嘛？我让你去查一下梁晶晶的资料，你跑到蓉的办公室去偷拍什么？梁晶晶能进新城区开发案，肯定大有来头。她真实资料一定就在小金总的办公室。结果呢？梁晶晶在小金总那儿的资料跟在人事部的一般无二，所以说她不是间谍。间谍？蓉蓉把间谍安插在自己公司的项目里，不派到别的公司去？你脑子呢？有道理啊！你想好说辞，晚点跟我去找蓉蓉道歉。哦，好。哎，西晨，我躲在衣柜的时候，我可是看见姓顾那小子偷偷的在用小金总的电脑。说吧，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非得躲在衣柜里？我是被他们拉进去的，然后不知道谁在里面放了个很臭的屁，再然后小金总您就来了。不是你说放屁，你看我干嘛呀？是吴有用放的，我能放屁放那么重？就是你，谁放的屁重要吗？你先出去吧。哦，你回来。我呀，就是进来拍点东西，然后我一进衣柜就发现吴有用啊，他也在拍，结果他放了两个特别……说吧，老金头让你干嘛来了？啊，老金头，你怎么知道是金总让我来的？废话，他是你爹还是我爹？金总让我拍摄一点你和顾同学的办公室甜蜜日常。相机给我。我这次真没拍到什么东西。给我。
够你用了。蓉蓉，我跟你说件事。金副总进我办公室连门都不敲，这么着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用看到，刚刚那个姓顾的，在你办公室用你的电脑，他每一次出现的时机都那么巧合，你就没有一点怀疑吗？首先，他不是那个姓顾的，他是我丈夫。我丈夫在我办公室用我的电脑有问题吗？其次，请问金副总让吴有用偷偷来我办公室做什么？这是个误会，我没有针对他的意思。自从你接纳我进入金家，我们就是兄妹，我们能不能合作一次？金希晨，我再明确的跟你说一遍，金招集团是我的公司。我之所以接受你进金家，是因为谢谢你救了我。除了跟你维持表面的关系之外，我不会跟你达成任何合作。就算你不相信我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你可以看一下监控。这么厉害啊！这么容易就把金蓉蓉的竞标底价给弄到了，有你的！你最好说到做到，把我母亲的那栋楼还给我，不然的话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？那栋破楼对我们也没什么用，只不过呀，我高估了金蓉蓉。什么女强人呐？哎呀，只不过是个没脑子、贪图美色的白富美，被你这种小白脸给骗了。嘴巴分干净点。别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小兔崽子，等我拿到那块地，我弄死你！小不蛋还挺有劲儿。还没吃饭啊？不是早让你回来了吗？怎么刚到家？我学校突然有点事，我回去了一趟。下回让丘比送你吧，一起吃饭吧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等等，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小心撞到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跟我过来。我说了，我没事。别动。你知道我跟老金头从小关系就不好，是为什么吗？他想关心我、了解我，从来不肯正大光明地告诉我，总是背着我做很多事情。你看今天他又让丘比偷偷溜进我的办公室，
我要是不了解丘比，以为他是被派来的间谍呢。小北，你今天来我办公室是干什么来了？我说了，我就是去看看你。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丘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，老金头不小心摔断了腿，叔叔伤得严重吗？要做手术，我明天一天都得陪在医院。小北，明天的新城区开发案竞标会，我授权你代表我去，可以吗？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先去医院了。流星想表达眷恋，努力画出夜空最大的弧线。会有走中的想念，已经到达不了你的世界。我记得转身的你说了一句谢谢，拜托你，不要放弃我给你的机会。我习惯翻看着你的照片，在爱过你后续的考验，主动拒绝任何人伸手救援，等待时间和平的分解。我停留在悲伤的临界点，复杂记忆像是个人世界，任由回忆在一边接着一边的上演。什么结果？顾家两兄弟中标。他呢？他以你的名义放弃竞标。我习惯翻看着你的照片，在爱过你后续的考验，主动拒绝任何人。蓉蓉，你为什么要顾从北代表公司去竞标？现在他放弃竞标了，这所有的后果谁来承担？没有后果，也不需要承担。金蓉蓉，你在感情用事。金希晨，你在自以为是。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起，你一直在自以为是的高估自己的能力。新城区开发案，你一直想让我跟你一起合作。你现在知道我拒绝你的原因了吧？这块地有沉降的风险。老金头在整个项目里给了我们不少风险提示，包括这块地过度抽取地下水。可你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完全忽视了这些端倪。简单点说，这块地表面是个香饽饽，实际上谁中标就砸在谁手里。现在你明白了，放弃竞标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找我有事儿。听说晚上会下雨。晚上下雨我有车，车里有伞，就算没有，丘比也会给我送过来。顾从北，你要是到现在还不肯跟我说实话，那请你暂时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带走我懦弱和复杂心情，让心跳扑通不能自已。小金总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公司突然有点急事，我得赶紧处理完。你任性的放弃所有意义，写下一本故事逃避，或你有太顾虑。小北还在等着你。想见你，拉住你，想爱你，抱紧你，不能自已。让他等着吧。答应我别下大雨，无言叫我多不及。马上来。坐在沙发里看手机，没回应的讯息，不敢错过的好礼。如果这不是爱情，怎么有痕迹在心里兜来兜去？残忍的一点疼痛堆在角落里。答应我别下大雨，无言叫我多不及。蜷缩在沙发里看手机，没回应的讯息，不敢错过的好礼。如果这不是爱情，怎么有痕迹在心里兜来兜去？残忍的一点疼痛堆在角落里。金小姐，已经不怎么下雨了，没必要打伞吧？我看还下着一点。先回家吧。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解释完，再决定要不要让我跟你回家。来，喝水。晶晶，嗯，你帮他换一杯热的吧。哦，把我观察的挺仔细呀，为了接近我，没少做功课吧？这是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发现的你的生活作息。我知道你对低温特别敏感，所以家里没有冰箱，空调的温度必须保持在26度，所有的饮料里不能有冰块出现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弃权，直接把材料送上去怎么办？原来你早料到了，我还担心。是担心我被你骗，还是担心我看不出这个案子有问题？小金总，小北是有苦衷的，快解释啊！晶晶，你年纪小还不懂，不管是大男人还是小男生，他们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永远做不到以诚相待。在整件事情还没有落实之前，我不确定你会相信我，但我为了让顾家那2个兄弟彻底相信我接近你的目的，他们才会孤注一掷去竞标。现在他们负债累累，等过段时间那块地的问题显现，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出让股权，我也就能完全收回我母亲的产业，替我妈妈守护好她所有的心血。没有提前告知你这些，对不起。那你现在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近我的？是我出现在顾家那一天，还是酒吧外巷子的偶遇？
其实从你一开始出现在酒吧，我就在找机会靠近你。顾从北，你还真是处心积虑啊！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就算没有这件事，我也会……什么一见钟情？你当我是17岁高中生吗？会相信一见钟情这样的鬼话？鬼话？当初你让我跟你结婚，也说过对我是一见钟情。哦，难道你是为了骗我跟你结婚，随口胡说的一见钟情？什么叫我骗你跟我结婚？我是正儿八经跟你求的婚，你也自己亲口答应了的。哦，那要说骗，你没骗过我吗？我对你隐瞒部分事实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利益上的损失。晶晶，你过来。你看清楚男人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还有，要是以后哪个男生跟你说他对你一见钟情，你千万不要信。对，以后哪个女生再对我说什么一见钟情，我也不会再信。你都跟我结婚了，你还要听哪个女生跟你说一见钟情啊？等一下，你们不是该好好谈一谈开发案的误会吗？怎么会扯到一见钟情呀？一见钟情重要吗？重要。哎，小金总，小金总，你消消气，小金总，小金总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要是小金总，我也被你气死了。我没想跟他吵，他是心疼你，为了帮你引顾家那俩傻子入局，故意推动开发案。长点心吧你。金小姐，离婚协议我不会签的。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了离婚，不是为了离婚，是为了争家产。什么狗血！金小姐，你开门，这件事情我们得好好聊一下。我承认整件事情。金小姐，金小姐，我是你的室友吗？我没有名字的吗？我喊你金小姐，是因为你像顾同学的喊我，我表示尊重，只能喊你金小姐。你尊重我，你尊重我，你认识我第一天就留在我家过夜。我留在你家过夜是因为你当时说很冷，又吐又哭又闹的，那种情况下我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吗？我照顾你一整晚的事你都忘记了吗？还有这一出。那之前呢？你干嘛跟我回家？你就是对我见色起意。我见色起意？我见色起意？你当时忘了你对我怎样的了？我怎么样？这样。然后夕阳悄然划过了天际，像我吹了你肩背纹理。我知道了，顾从北，那天就是你把我的长岛冰茶换成酒的吧？换成酒？我还纳闷了，我点的明明是茶，怎么就变成酒了？你这个人真是为了利用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虽然我确实有故意接近你的嫌疑，但是长岛冰茶真的是酒，不是茶。不信，自己看，看。所以呢？所以长岛冰茶它就不是茶，是酒啊。所以你就为了一杯长岛冰茶这么凶我？长岛冰茶真的是茶，不是酒。重要吗？
刚刚……今晚我在你房间睡。你说喜欢海洋，海风咸咸味道。长岛冰茶真的是酒啊？这点常识我都不知道，太丢人了。怎么这么冷啊？哎呀！对不起啊，我刚刚……今晚我在你房间睡。哎，你突然到我房间躺下，想干什么？我睡你房间，你睡我房间不就行了？我不去。你是不是在想办法整我？哎，你最好赶快回自己房间啊，不然我……霓虹的闪烁，风灯在对接。下个路口就把门口相见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刚不应该跟你讨论长岛冰茶是不是茶的这种问题。我跟你……你在我房间干什么？这是我房间。我现在不冷了，床也热了，你去我房间睡吧，我空调坏了。青柔，你有病吧？你就当我有病，出去。帮我把空调开到26度。所以我的作用是暖床。你以前竟然吃冰淇淋，已经可爱多了。我不会再跟你换房间的哦。顾从贝，你过来一下，我好难受。
我马上过来。怎么样？修好了没有啊？应该是系统失灵了，可能坏了吧。那怎么办？今天能有人来修吗？明天再找人修吧。行，这个家太冷了。今天要是冷的话，多加一床被子。我会冻死的。要不我去酒店吧，酒店里应该是好。金小姐，金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就坏了？今天早上还好好的，怎么回事？金小姐，金小姐，你看着我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试试啊，深呼吸，感觉怎么样？还是好冷。金小姐，好冷，好冷，肯定是有人故意弄坏的。心里的声音，仿佛有某种穿透力，会更加坚定，想把你抱紧。这次把你看仔细，是你来到我生命，告诉幸福原来很容易，没人代替有你在的梦境，再见你直到梦醒，等下颗流星去实现我们许下的约定，再也不分离，再不会考虑安全距离，躺在你的怀里，给我所有勇气，等下颗流星，看时光变幻，穿过你的眼睛，和我一起旅行，不去想那深刻难懂的这里，此刻只存在我和你。吃吧。哦。昨天晚上的事儿，谢谢你啊，我对温度确实有点苛刻。不过那件事还是……你叫我什么？蓉蓉。你怎么不叫我金小姐啦？你不喜欢我叫你金小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叫你蓉蓉，可以吗？都行啊，反正就是个称呼嘛。跟你结婚，原先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我确实利用了你，对不起。不过，从我答应跟你结婚的那一刻起，我是认真的。还有，一开始我就说过，我一旦结婚，就不会想要离婚。蓉蓉，我想跟你好好过接下来的每一天。我考虑考虑吧。还要考虑啊？蓉蓉，你别考虑了呗。蓉蓉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按你的方式，我们签一份协议。蓉蓉，1份协议不行，2份也可以的。你
蓉蓉，我说啦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你说喜欢彩虹，阳光与水刚好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喜欢和我的每一个分秒，害怕失去拥抱。原来是要 kiss goodbye。都不知道我想要和你天荒地老，嘴角的微笑，可乐般奇妙，不需要思考，心脏在狂跳，粉色的小调，它在简单明了的炫耀，你给我的专属美好，甜蜜的撒娇，小猫般乖巧。喂，你好，邱特助，我是顾从北。董事长，我保证这些资料的真实性。顾从北处心积虑就是为了接近蓉蓉。谢晨啊，如果你把你的精力都用在项目上，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到最后一刻都没发现那块地的问题。董事长，小北呢，接近蓉蓉是有目的的，可是他并没有做过伤害金家的事情。年轻人的事情啊，你明白，一两句话，几张图片，不代表什么。他们既然已经结婚了，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问题吧。你是他们的兄长，对小北呢，要多多包涵。我再这么努力为公司考虑，归根结底还是个外人。店长，你来了。不是说了吗？不要叫我店长。金副总，金副总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哎，我每一次碰到你，我都会很倒霉。那我消失。金副总，金副总，店长，你走了？说了不要叫我店长。你说蓉蓉5年前被关在冷冻车里，还是一个运送冰激凌的冷冻车，所以她现在才对温度那么苛刻。这件事情是人为的吗？我们小金总啊，不愿意提这件事情。顾同学，你先答应我，别跟他说是我告诉你的，好吧？小金总说啊，这件事纯属意外，他当时为了救一个小猫，所以进了冷冻车。没想到就被关里面了。这个时候，冷冻车的冷冻系统突然打开了。如果不是金副总及时赶到找到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小金总他不愿意回忆这件事情，所以啊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金副总，你再坚持一下。
金副总，怎么这么重？你鞋呢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连鞋都能掉。金副总，金副总，金副总，你没事吧？金副总。还好吗？你怎么还在？还是先照顾好金副总吧，就当将功赎罪了。哎，人呢？男的走了？金副总。金副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金副总，来，我们出来好不好？来，走。好吧，那我再陪你坐一会儿吧。别哭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习惯翻看着你的照片，在爱过你后续的考验，主动拒绝任何人伸手救援，等待时间和平的分界。我停留在悲伤的临界点，复杂记忆像是个人世界，任由回忆在一边接着一边的上演。他怎么会？梁晶晶，梁晶晶，哎呀，爸，我今天不上班。梁晶晶，醒了，醒醒！哎呀，爸，金副总，您要是想下棋，跟陈叔叔他们下去。陈叔叔每天带孙子，哪有时间跟我下棋呀？刚好跟您说个事儿。虽然金家家产我是1分都不肯让给外人的，跟金熙成的关系也不算亲近，但对公司能看出来他是全心付出的。要不，事业部就交给他。
行吧，要不我们做个交易，公司的事交给你做主，这孩子的事，怎么又来了？我们把公司的法务叫过来，拟个最终版的补充协议。只要你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，公司的事上上下下都交给你打理。那您跟金希晨他妈努力，自己生了分享生活啊？真要是生了，那可是你的亲弟弟呀，要分家产的。那不行。怎么别人家的沙发这么容易摔倒？我家的沙发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该怎么开口跟他聊5年前的事？哇塞，还有这种姿势！蓉蓉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聊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这不正好可以制造沙发倒？等一下，我肚子饿了，我们边吃边聊吧。你拉我起来，我腿麻了。好，就是现在，下来呗。有件事我想跟你聊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肚子饿了，我们边吃边聊吧。你拉我起来，我腿麻了。好。你这么快把我拉起来干什么？我还没倒呢，我腿还麻着呢。哦。哦什么？哎！你干什么？哎呀！你抱我干什么？我想聊一下我我关于的计划全被你打乱了。起开！什么情况？你不是饿了吗？总算把你给救回来了。金副总，你来找我？不是，也是，我来把它还给你。这不是上次打碎的那盆盆栽吗？我已经扔了呀。我把它捡回来了，救活了才敢给你送过来的。你看它长得多好，现在。都已经扔到垃圾桶里的盆栽了，你还捡回来干嘛？我本来是想赔你一盆新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会喜欢原来的这盆，所以，反正我就是觉得它不应该被抛弃。对，它是不应该被抛弃。金副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金副总，黄甘贵竹喜欢水和阳光，你记得把它放到阳光底下，它会长得更好。加油！
丘比的理论知识靠不靠谱？小金总，比如说这个橘子吧，你要一点儿慢慢的把它剥开，它的香气才会慢慢的绽放，就像是男人一样，你要一点儿扒了它的皮，是撩拨他的心。这么晚了，你穿成这样？周末我要去参加一个活动。cosplay 啊？酒会需要跳舞，你可以陪我练练舞吗？可是我最近没听丘比说你要参加什么舞会啊。我的行程他不需要全部都知道。哦，私人酒会啊？私人酒会。是什么样的私人酒会需要替我办这么紧？就是那种跟合作伙伴去发生更亲近的生产关系。生产关系？比如呢？比如开荒、挖土、栽种、育苗。然后呢？然后等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，怎样？就拨开你这只甜蜜的小……你怎么了？我被自己的口水给湿吐了。拨开我这只甜蜜的什么呀？哇，小金总，这么浪漫的招你都想得出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跟你表弟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所以你觉得他到底为什么拒绝我？小金总，我也没谈过恋爱，也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事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呢，我有一个猜测。什么猜测？你说顾从北，他是不是就不喜欢女生啊？啊？不可能，他一定喜欢女生。为什么？我不能说。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是怕说了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情。你不说，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更糟糕。你要是说了，年假多给你加2天，再给你升1级。升5番街的项目安排你加入。他17岁的时候非常喜欢一个女生，说认定了对方就是未来的结婚对象。17岁就认定结婚对象？因为他那天给我打完电话就发生了意外，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小金总，小金总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小金总，完了，我不会又捅什么娄子了吧？一家小姐。
向阳高中，顾从北是他表弟。金老师，为什么退回我的设计稿件？这位同学，你可以不来好好上课，但请你不要耽误别的同学。顾从北，原来是你。刘用，帮我查一下，顾从北是不是向阳高中的？哎，我说，橘子包了吗？怎么样，我说的方法管用吗？啊？你觉得呢？橘子没包没关系，我有很多种方法包橘子。比如说，这个橘子你可以特别温柔的把它包下来，也可以特别暴力的把它包下来。这样，干嘛？你可以你再在我面前提起。冷静，冷静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17岁嘛，谁还没个初恋呀？我先去洗漱啊，洗漱完有件重要的事跟你说。他还笑，是真没看出来我在生气啊？顾从北，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生孩子？不是，这种事情讲究气氛，哪有人那么直接在大街上说要生孩子？气氛，我拼命制造气氛了，但你还是拒绝我呀？是你自己被你自己的台词恶心到跑了。这都是理由，是借口。我现在知道原因了，你只是不想跟我生孩子，你有一个17岁就认定的结婚对象。什么结婚对象？你还跟我装？我都知道了，你17岁就喜欢上了一个女生，她才是你想结婚的人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干嘛跟我结婚呀？还说是真心的，你对谁是不真心的？我认定的结婚对象是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哼，我哪知道？也许是什么同学、邻居、青梅竹马，你们小男孩的心思谁猜得到？我认定的结婚对象是谁，我自己会不知道啊？你知道？那你说啊，是谁啊？你告诉我。你看，你就不敢说名字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说。金蓉蓉。你放我下来！你真的疼我？顾从北，你就是有其他喜欢的人。幻想我们距离无法停止想你，你和我之间好像多了个关系，带你去银河系，坠落在你眼里，不管几万里也要去星空旅行。云朵偷喝了我屋顶的酒，微醺着被晚风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一不小心撞到你的胸口，悄悄藏在了星星背后。我用世界和生命去等候。金蓉蓉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只有你，没有别人。遨游到了星空的尽头。信我了吗？不信。
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之前你拒绝我？那么直白，我怎么回答？或许剥橘子，剥橘子不重要，下来吧。吃橘子，吃橘子，谢谢晶晶。谢谢。来吃橘子，谢谢谢谢。好甜啊，甜，是不错。这是我们家果园，我们家旁边果园种的橘子。不是我跟你们说过了，不要在公司吃橘子，千万不要让小金总看到，知道吗？小金总，小金总吃橘子。我们小金总不吃橘子。橘子这么甜，我为什么不喜欢？橘子剥了，橘子不剥怎么吃啊？小孩懂个屁。小金总，早啊，早。这个在楼下咖啡店买的，可不可爱？哇，好可爱，我也想要。哇，你的结婚戒指好好看啊！是吧？我和我老公一起去挑的。你们在聊什么呀？啊，猫爪糖，可不可爱？送给你吧，小金总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们吃吧。啊，那好吧，我们先走了，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结婚戒指，我也想要。你怎么来啦？今天学校没课，我提前把功课做好了，今天下班。我正好忙完了，走，回家。等一下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手伸出来。他不会是要给我戒指了吧？眼睛闭上。不许偷看啊！噔噔噔噔，猫爪糖，喜欢吗？我下课的时候去了一趟梁青青的店里，还剩最后一个，所以我就把它抢过来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。那我把它藏藏好。半夜藏藏好。走吧。想吃什么？想吃你做的。好。来，尝尝，烫啊！超赞。嘿。蓉蓉，我突然想到一个脑筋急转弯：一只小白加上一只小白等于什么？什么小白？白色的白。你再看我，一只小白加上一只小白等于什么？2只小白啊！小白兔啊！你给姐姐讲这么冷的笑话？哪里冷了？你再看我，2只小白，啊！小北，我们俩之前是不是在哪？小白兔，你看小白兔。
是什么？结婚戒指啊？对啊，我也有。你没有谁有啊？我还以为放在卧室会很容易被发现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答应跟你结婚那天就去准备了，只是后来一直没有送出去，就没机会了。好看。我现在相信你对我是一见钟情了。哎，我可太迷人了。是你最迷人。哎，等。又在赶论文啊？蓉蓉，我们买个冰箱吧。也不是顿顿都在家吃，没那个必要吧？我知道，你因为5年前被关在冷冻车里的事情，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希望你可以。丘比跟你说的吧，那就是个意外。可是那件事情之后，你对温度极度敏感，你现在连冰箱都接受不了。我不想你这样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太正常呗？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怕有一天，万一又出现上次那样的情况，我不在你身边怎么办啊？那你以后就努力时时刻刻在我身边，好不好？你说蓉蓉出事那天来过我们学校？你们学校？难不成你也是向阳中学的？是啊，虽然整个高3阶段我去学校的时间很少，但我确实是向阳中学的学生。那就太巧了，金副总也在那个学校当过半年老师。金副总？对啊，金希晨金副总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金希晨金副总跟我们小金总是同学，打小就认识的那种。后来金副总的母亲要嫁到金家，我们小金总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忍不了，直接跑学校找金希晨了。谁知道那么巧，刚好就是那天发生了那件事情。那天的日期你还记得吗？好像是11月的最后一天，金总离开学校不久就出事了。顾同学，你确定还要查这个事情？一定要查。我见过他害怕的样子，那个时候他一定很绝望吧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多跟你聊几句。西晨，这次不是我危言耸听，这个顾从北真的要查小金总当年被绑架的事啊！他查就查，你慌什么？我这不是当年偷偷的出国让小金总接受你进金家的主意吗？你又在胡说八道。哦，对，我胡说八道，我胡说八道。但是这个顾从北，他真要查的话，万一查出点什么怎么办？你说啊，要是金家知道了，顾从北不但故意接近蓉蓉，他还就是5年前绑架蓉蓉的那个人，金董会怎么处理？哦，我明白了。
金老师，备课呢？对。我们学校的实习老师啊，就属你最突出，你加把劲儿，留校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谢谢陈老师。城市设计大赛是金老师负责的吧？啊，咱们班有个同学叫顾从北，他母亲啊是顾氏建筑的总经理，也是咱们校友，这些年给学校也提供了不少帮助。顾从北这孩子虽然一直请假没来上课，但是啊，在设计上那是很有天分的。城市设计大赛的事，金老师还多关照关照。金老师，为什么退回我的设计稿件？这位同学，你的设计稿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了，为了对其他同学公平，我只能退还。是，截止报名的时间是中午12点，我确实晚了半个小时，但我是因为家里的事情我才晚了，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哪怕超过1分钟，失去资格就是失去资格，这才叫公平。像你这样连课都不好好上的同学，托人情走关系，拿奖学金，出国留学，像你这样的同学，已经从出生开始就比别人有更多的优待了，为什么就在这件事情上你还要特殊待遇？金老师，我接受我失去比赛的资格，但有件事情我必须要更正，我从来就没有托过人情走过关系，也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得到过任何待遇。请您收起您的偏见。喂，小北，你还在家吗？在啊，怎么了？你快看一下我的结婚戒指在不在桌上？哦，在卧室呢。那就好，我回来拿了，等我一下。那你回来吧。你不会是跟风来推销我的吧？你要请我吃的就是这个。这是我的自己，怎么会？小北，小北，啊，你怎么啦？没事，戒指找到了。这戒指稍微有点大，我刚才洗澡的时候怕掉了，我就把它摘下来了。你不会生气了吧？不会。蓉蓉，你还记得这张照片是谁给你拍的吗？就很多年前一个小男生啊，后来把照片寄到了公司，我看拍的还不错，就一直摆那儿了。怎么啦？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？叫什么名字？好像跟你有点像。逗你的，就是一个高中生吧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哪记得清啊？照片你喜欢，送你了。我先去公司啦。路上慢点啊。嗯。高中生。西晨，过来说话。我的案子要怎么办啊？蓝晶晶，金副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吃饭，我可以坐这儿吗？
行，那您坐这儿，我换个地方吧。你很讨厌我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怎么可能讨厌你呢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其实是因为小金总跟我表弟结婚，您跟小金总又是兄妹，那咱们不就是亲戚关系了吗？我是怕……怕什么？我是怕我的实力得不到认可，同事们要是知道我是关系户，会更远离我的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很认真的。哎，您吃啊。哦。其实，我跟小金总不是亲生的兄妹。不是亲生兄妹，可是你也姓金啊。对，我也姓金。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。5年前11月30号那天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。妈，你明明知道我喜欢蓉蓉，你干嘛还要和他爸结婚？西晨呐，你自己也清楚，蓉蓉拒绝了你，你总说自己差一个机会，妈妈也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。那蓉蓉她现在怎么看我？她这辈子都不可接受我用这样的方式进入金家。你不能嫁给他。其实我差的不只是一个机会，是整个人生。啊！这么大的瓜又被我听见了。那您还喜欢小金总吗？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这要不然这个剧情也太狗血了吧？那你们每天在同一家公司见面，这得多心累啊！其实刚进公司的时候，确实挺心累的。倒不是心累怎么去面对小金总，我就是每天都担心，同事们要是知道我继子的身份，他们会用什么眼光看我？开始还打算刚进公司就大展身手，结果呢，反而像是被困住了手脚，做什么都别扭。金副总，你不要在意其他人的眼光，我觉得你非常优秀。对，不用在意他们的眼光。你也很优秀。我？可能有人会知道你的真实情况，依然还会很羡慕你。毕竟有人觉得，优越的出身也是实力的一种。我知道了。梁晶晶，我还是一直觉得，不走捷径，靠自己努力，挺好的。金副总，我还有些紧急的工作，我先走了，你慢慢吃。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哎，金副，其实你在这里吃也没有关系啊。喂，小北。啊？如果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，为什么背后会有我的自己？但是我为什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拍过这张照？难道我们5年前就遇到过？店长，你来了，别叫我店长。小北，你这么急着找我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我离开顾家时的情况？5年前？那一天不就是顾家产业被出售，你跟你那2个哥哥吵了一架，就离开了顾家。后来你还去了趟学校。我去学校了？去了呀，我还听说你和一个实习老师吵起来了。我去学校了。
怎么了？晶晶，你跟我去个地方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。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还说不是为了偷拍我？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拍。是这里，我肯定是这一天遇到他的。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，到底想干嘛？你快看这张照片，这一看就是我们小金总啊。这是他5年前的照片，我怀疑是我拍的。你没事吧？5年前你还只是高中生，怎么可能会拍到小金总？我只记得5年前，我从医院醒来以后，姨妈就接我去了你们家。但是我离开顾家以后发生了什么，我完全不记得了。所以现在就是我要跟你确认的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从顾家离开去学校，那天是几号？所以大老远你把我带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这个？这么点事完全可以电话说呀，大哥，我还要赶着上班呢。哎，姐，你快告诉我那天到底是几号？我求你了，你快好好想想。11月30号。你这么确定？当然了。那一天，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我暗恋了1年的班长告白，他不仅拒绝了我，还以4大残酷的理由拒绝我，这辈子都忘不了。Yes！ Yes！ 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快看拍摄日期，11月30号，就是我离开顾家那天。蓉蓉来过我们学校附近，就是我给她拍的这张照片。我们在这一天遇到过。11月30号，那么巧吗？是啊。蓉蓉在公司吗？在啊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嘴角的微笑，可乐般奇妙，不需要思考，心脏在狂跳，粉色的小调，它在简单明了的炫耀，你给我的专属美好，甜蜜的撒娇，小猫般乖巧，我没能力思考。你跟老金头约个时间，这2天我带小北回去一趟。好的，我知道。不过有件事我要跟你汇报一下，小顾同学最近找过我，他想查你5年前的事儿。他怎么还是？蓉蓉，你喜欢和你怎么突然？每一个分秒，失去拥抱。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，我想要和你天荒地老。嘴角的微笑，可乐般奇妙，不需要思考，心脏在狂跳，粉色的小调，它在简单明了的炫耀。突然怎么了？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我们5年前就遇见过，那个时候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快走！你怎么了？突然？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我们5年前就遇见过，那个时候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
小金总，项目需求会客开始了。你给我10分钟好不好？5分钟也可以。金总，整个事业部的人都在等你。小北，这个会真的很重要，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？那我在静静的咖啡店等你。我一会儿就来。走吧。不是说开会吗？对不起，我把会议延后了半个小时。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要给你看。这些照片的来历我不方便说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顾从北就是别有心机的接近你，先打听好你在那里出现，再以驻唱为由留在那里，伺机接近你。我跟顾从北怎么遇见的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说的这些情况，他也从来没有瞒过我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些照片拍得还不错，我可以收藏一下。我知道，光是这一点你肯定不会相信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顾从北从5年前就开始处心积虑地接近你，金希晨，你适可而止。5年前，他还是个高中生，怎么接近我？你记不记得？那天你来学校找我，见到我在跟一个学生争吵，那个学生就是顾从北。从出生开始，你们已经比别人有更多的优待了，为什么就连这件事情你还要有特殊待遇？金老师，我从来就没有托过人情，走过关系，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原因得到过任何优待，请您收起您的偏见。对不起。没事。金希晨，重龙，你怎么来学校找我？你明明答应过我会阻止你妈嫁到我们家，现在呢，日子都定了，怎么，你要跟我做兄妹是吗？如果你有一点接触我的可能，我都能有勇气全力阻止跟你做兄妹。金希晨，我凭什么要在跟你做兄妹和接受你之间做选择？我再清楚明确地告诉你一遍，我们只是同学。对，只是同学。你是集团千金，公司副总，我就是一个实习老师。不管我们是什么关系，你肯定都瞧不起我。那你给我一个能让我瞧得起你的理由。别装了，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。那一年你刚进公司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收购顾家出售的产业。就是在那一天，顾从北回到学校，遇到了来找我的你，知道你的身份之后，跟踪你出了学校。现在想想，不管是5年前还是5年后，他都可以为了保住他母亲的产业，不择手段的接近你。金希晨，你有完没完？如果你愿意查，我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证实。怎么还没来啊？蓉蓉，你终于下班了，来，快来坐。走。你看这张照片，这是5年前的照片。小北。这是我给你拍的，啊！你看这个字迹，
这是我的字迹。小北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要不我们先去别的地方吃饭吧？你先听我说完吧。年了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就是很偶然的一天。你再想想，那天真的很特别。对我来说就是很普通的一天，没什么可想的。那天对我真的很重要，蓉蓉。小北，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一天了？小北，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一天了？我以为你听到这个消息会和我一样高兴。对不起，我开了一下午会，我有点累了。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回家吧。这照片既然是你给我拍的，还是还给我吧。怎么会是你？你要请我吃的就是这个。对啊，冰淇淋可好吃了，想吃什么口味的？我给你买。算了，你还是个学生，我是大人，我给你买2个。那不行，说了我请，必须得我买。再说了，男生怎么能让女孩子买单呢？老板，多少钱？16块。哦，等我一下。所以说，小孩子不要跟大人抢着买单。小孩子，我明年就成年了。这样吧，这钱算我借你的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随便喽。给。真的，我说了会还，就一定会还的。我是男人，男人就得说话算话。行，男人。吃冰淇淋的高中生。那天的事儿，我到底要不要查？万一真的跟小北有关，我该怎么办？流星去实现我们许下的约定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再也不分离，再不会考虑安全距离，躺在你的怀里，给我所有勇气，等下颗流星，看时光变幻，穿过你的眼睛。你真怕了，我当然得随时备着。万一遇到大象蚊子，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
天天带着这个包啊？装的什么啊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没人代替，有你在的梦。小北，再见你，直到梦醒。等下颗流星，去实现我们许下的约定。再也不分离，再不会考虑安全距离，躺在你的怀里，给我所有勇气。等下颗流星，看时你不是要去公司吗？别人说什么不重要，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感觉。啊？你之前不是问我5年前的事儿吗？我现在告诉你5年前我们在……最近真的很冷，围巾、手套你都要戴好，注意保暖。我不是在车上就是在家里，怎么会冷？可是你怕冷啊。小北，5年前那件事儿，要不你还是别查了。虽然这件事对我是有一些影响，但我真的不在意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怕冷这件事儿，我也会慢慢好的。喂，行，我知道了。顾家人，说让我回去一趟，不知道又想干什么。不论他们2兄弟说什么做什么，肯定都是别有用心。你别理他们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好了，注意安全。找我来有什么事？有点渴了，给我倒杯酒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现在走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金蓉蓉5年前是被谁绑架的吗？这里面会给你带来惊喜的。你仔细看一看。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什么意思？顾从北，你得问问你自己是什么意思吧。我呢，一直以为你是长大了以后才学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没想到你高中的时候就会了。老大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？顾从北，好好看看这些照片，这就是当年金蓉蓉被关的冷冻车，你就在场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当年爸要卖掉你妈的产业给金钊，你不肯，你闹得天翻地覆，去跟踪绑架了金蓉蓉，把她关进了冷冻车。哎，我和老大就在场啊，亲眼目睹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是念及兄弟之情，才没有揭发你。亲家到今天还以为是个意外，哪有这么多意外？不是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是我。小北，大哥知道你跟金蓉蓉感情很好，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好姻缘。这样，你跟大哥做场交易，你把拿走的股份还给我们，我呢把手里的证据也都还给你，这样蓉蓉就不会知道5年前
是你绑架了他。不是我，就是你。怎么了，小金总？没事儿。哎，丘比，你帮我去顾家看看小北，我有点担心他。顾家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金副总，其实我们手上的证据还不足，到底是不是他干的，我们也不确定，而且他什么都不记得。没关系，这些够了。喂，丘比，找到没有？没有，顾家那俩兄弟说顾同学早就走了。哎呀，你别听他们瞎放屁，你赶紧再找找。梁晶晶，金副总，你怎么还没下班？你怎么还没下班？我策划案还没做完呢，如果明天上班前我还没做完的话，我就完了。五番街还在做这个，又没通过。我那边资料比较多，要是你不介意的话，把电脑带上，来我办公室，我帮你一起做。真的？真的，快拿电脑。好好。金副总，您真是个大好人，你在闪闪发光哎。心想表达眷恋，努力画出夜空最大的弧线。会游走中的想念，已经到达不了你的世界。我记得转身的你说了一句谢谢，我能清晰记得那个瞬间，你的眼泪也在侧脸。我习惯翻看着你的照片，在爱过你后续的考验，主动拒绝任何人伸手救援，等待时间和平的分解。我停留在悲伤的临界点，复杂记忆像是个人世界，任由回忆在一边接着一边的上演。
如果早点遇到你，我应该会成为我原本的样子。小北，顾从北，小北。怎么不回家？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？你离得远。你现在担心我林道宇，你不接我电话不回家，我也会担心你的。5年前你被绑架的事，可能跟我有关。我想相信自己没有伤害过你。找到这里了，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什么都没办法，真的什么都没办法做。什么都没办法做。看着我，顾从北，你看着我，不许听任何人和你说的话，也不许再怀疑你自己。你跟我回家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在沙发里看手机没回应的讯息，不敢错过的好礼。如果这不是爱情，怎么有痕迹在心里的来的去？残忍的一遍，疼痛堆在角落里。班长，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有3个原因：第一，你生日6月，我9月，我不喜欢比我大的；第二，你很高，我不喜欢比我高的；第三，我绝对不早恋；第四，还有第4啊？我刚刚想到的，你家很有钱，我不喜欢被人议论。哎，我家也没多少钱啊。同学，
那天我去你们学校找金希晨，看到当时你在跟他吵架，你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撞了我一下，那是我们那一天的第一次碰面。第一次？难道我们那天碰到过很多次？你听到我跟金希晨说的话，说是要提醒我，就跟着我出了学校。这位同学，怎么是你？对啊，怎么是你？你不会是跟踪来偷拍我的吧？我偷拍你？我才没有呢！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我觉得他不管是做哥哥，还是做结婚对象，都不行。哈？你以为我跟机器人？算了，这位同学，学生不应该逃课的，赶紧回去上课吧。这位爱姐，我就不信你以前没逃过课。我以前上学确实没逃过课，连迟到都没有。今天算第一次上班旷工吧。我也是第一次。走了。哎，同学，送你束花，这本来是给我爸的，但我今天很生他的气，送你了。难怪之前收到你送的花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熟悉。没想到我从小到大送了那么多次花，送来送去都是送给你。所以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？不是，我上班的路上看到你跟几个小混混。你顾家这么有钱，你包里1分钱都没有。哎，这玩意儿好像还值几个钱，可以卖不少吧？你滚开！你别碰我东西！我看你们谁敢碰我的人！你谁呀？你爸爸！劲儿大。同学，再等我一下啊！喂，球皮，给我带10个黑蜂堂的兄弟过来。黑蜂堂？什么是黑蜂堂？小金总，你是不是被绑架了？你要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睛。黑蜂堂是什么东西？黑蜂堂你都不知道？追！站住！站住！上！站住！别让我下次再遇到你！可是你手上没有纹身啊？我当然没有，只是那种情况下，我不得给自己长点气势。小卖部买的贴纸，5块钱1张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你就请我吃了冰淇淋，那张照片就是那时候拍的。真的？我说了会还，就一定会还的。我是男人，男人
就得说话算话。行，男人吃冰淇淋的高中生，吃冰淇淋能让心情变好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或许吧。还说不是为了偷拍我？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拍，回头我把照片寄给你。我去上班啦。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姓金。好的，金小姐，我姓顾。知道啦，顾同学。哎，我怎么把照片给你啊？蓝天大厦47楼。先把姜茶喝了吧。我以为后脑勺被扎进了一颗钉子，所以忘记了5年前发生的事情。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怀疑那天的事故可能是我造成的吗？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你的身份，所以主心去。过去发生什么事儿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确定你不会做伤害我的事儿。我的过去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去的我能遇见你。我很抱歉，忘记了17岁时我们相遇的那一天。如果可以回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我好想填完没有你的这5年里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西晨，你说这都这样了，这个金蓉蓉一点都不怀疑这个顾从北，消息被他捂得死死的，一点都没往金董那边去。你说他要是继续查下去，万一查到我们身上来怎么办？你先出去，我在做策划案。啊？五番街策划案？这不是梁晶晶的策划案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必须帮他过了这一次的策划案。要是这一次再不通过，他只能回家继承家业了。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管这个梁晶晶？梁晶晶过不了这关，人家可以回家继承家业，你过不了这关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你先出去。既然你不愿意做，我来替你做。他怎么不在啊？金副总，金副总，你果然来了，金副总，我的策划案过了。真的？但是我交的不是你帮我做的那份儿，
我觉得那份做的再好，也不是我的。就像你之前跟我说的，不能走捷径，靠自己的努力挺好的。所以，对不起，辜负了您的心意。金副总，金副总，哎，今天子门也上来了，又准备一个人吃饭。没有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我的奏汉过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把这个给你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。今天同事找我聚餐，就不能陪你吃饭了。明天或者后天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安静静。怎么了？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。离开？暂时，我们不能一起吃饭。哦，你被公司派驻了？你要去哪儿？要去多久？远不远？我能不能去看？回头看的是我，你往左边，我一直往右。我最大的遗憾是你洪流中我沉在海底，黑白四季，谢谢你做的饭。不客气。坠落心海的记忆，我最大的遗憾是你在没人听懂我悲喜，人潮拥挤，我只有一颗你。我最大的遗憾是你洪流中我沉在海底，黑白四季无人提起，坠落心海的记忆。我最大的遗憾是你在没人听懂我悲喜。你买冰箱了？是啊，以后要每天在家吃饭，没有冰箱都不方便。那你……我以前一直不提这件事儿，是因为我选择相信它就是个意外，我怕查下去会……你怕发现你不愿意相信的事情？那天我跟你分开之后，我看到一只小猫跑进了冷冻车，我怕它出意外，我就追着它，也进了那辆冷冻车。陈荣，后来，有我在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有我在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后来，金希晨找到了我。小北，我可以不再查这件事儿，但我不能阻止你让自己安心。在这整件事情里，那些故意指向你的人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我知道你们手上不可能只有一张照片，
我用1半的股权跟你们交换完整的视频。哎，1半股权你给我啊！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。那天你离开家，我们怕你破坏收购计划，去学校找你，却在校外发现了你。我们一路尾随你，然后便多留了个心眼儿，给你拍了这个视频。你走了，我们怕引来麻烦，便也走了。视频呢，也就录到这里。是谁让你们用视频截图威胁小北的？这怎么能算威胁呢？毕竟我们也没看到后面发生了什么，这顶多算是可能跟他有关。没错。喂，我马上过来。这件事儿最好跟你们无关，否则……资料都弄好了。小北，不然还是我自己上去见他吧，我怕你……我跟你一起来，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错事。跑啊，西晨！跑！你来了。我们之间的旧事，我想跟你一个人聊聊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放心吧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你。所以现在，你能告诉我真相了吗？你觉得真相是什么？金希晨，我一直希望那就是一场意外，但在这场意外里，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，或者说，真的是你救了我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该怎么赎罪。怎么说服自己，当初我没有把你关进冷冻车？也许，在我关上冷冻车的那一刻，我也关上了自己的良心。是我和吴有用一起设计，把你关进了冷冻车，就为了制造一个让我可以救你的机会。原本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顾从北突然出现。有人吗？
下，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？坚持住！金老师，金小姐被关在冷冻车里了，我找不到司机，但是那个门可以撬开，我们赶紧去救她。走。金老师，快！金老师，走，我们走。这些年来，每一次我犯病的时候，都必须待在角落里才能睡着。现在好了，都解脱了。所以你只是为了让我接受你进金家？你知不知道那根木棍上有颗钉子？你知不知道再晚一会儿被人发现的后果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差点成了一个杀人犯！等我收拾完这些东西，我就去自首。其实就算没有你救我那件事，我也会接受你进金家的。可是当时我接受不了。我必须给自己一个能挺直腰板的理由。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？把她交给梁晶晶，请她替我好好照顾她。幸福原来很容易，没人代替，有你在的梦境，再见你，直到梦醒。谢谢你很久以前就来照顾我。原来我当时听到的那个拼命叫我的声音，就是你。再也不分离，再不会考虑安全距离，躺在你的怀里，给我所有勇气，等下颗流星，看时光变幻，穿过你的眼睛。你总给我看他们俩单独的照片干嘛？我想知道，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？哎，金总，你别着急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。
您将来外孙就长这样。我们小金总跟顾同学关系好得很，您当外公指日可待。可以给他们准备第2个孩子的合同了。怎么了？想想就觉得很委屈。平常那么美好的回忆，只有你一个人记得。那你叫姐姐啊，叫姐姐，我就告诉你。再给你讲一遍。姐姐，金小姐，金小姐姐，什么金小姐？顾同学，还是做你的毕业设计吧。顾同学，顾同学，怎么了？老金桃最近交给我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觉得我必须满足他。什么呀？嘴角的微笑，可乐般奇妙，不需要思考。这样我橘子还没有吃完，但你今天是吃不完了。你给我的专属美好，甜蜜的撒娇，小猫般乖巧，我没能力思考，全都说好。粉色的小调，它记录我们夜晚吵闹，记录我们爱的轨道，一切都刚好。等我5年，我一定去娶你。你喜欢和我的每一个分秒，害怕失去拥抱，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想要和你天荒地老。嘴角的微笑，可乐般奇妙，不需要思考，心脏在狂跳，粉色的小调，它在简单明了的炫耀，你给我的专属美好，甜蜜的撒娇，小猫般乖巧，我没能力思考，全都说好。粉色的小调，它记录我们夜晚吵闹，记录我们爱的轨道，一切都刚好。